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呢，美股继续高开高走，坚定上行，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美股上涨了0.47%。那么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对称性反弹之后，美股目前正在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里面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走8节阳线，目前处在8节阳线的上方。那么今天美股开盘有希望走出沙僧阳线和接下来的唐僧阳线。那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啊，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表现出来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这意味着美股将会迎来可能性非常确定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与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对称的周线级别上涨行情，有可能出现一轮反转。那东边日出西边雨，与美股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原油期货走势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内接连下挫，但比特币的走势却非常坚定，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昨天已经接近前高但是今天又有所调整，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位置的震荡刚好是围绕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的反复缠绕和震荡。那这轮行情和美股恰恰相反的是美股是坚定反弹，甚至是出现了一个反转，但是呢，比特币是在高位处在一个弱势，同步了黄金的走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周线级别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6月份就走成了悟空阳线，震荡到10月份始终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然后走出8节阳线。那上一周呢走出沙僧阳线，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前几天我们就说了在高位比特币$37,000附近，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容易出现的一个位置。那么震荡完成之后，我们认为它的悟空阳线在昨天已经走出来了，上方呢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非常容易走出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完成它的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走势。因此呢，当前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仍然是牛市当中的调整。震荡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时间级别看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当前的位置是处在焦点位，焦点位具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黑洞效应。那么这里的黑洞呢，容易把这个 K 线打下来，踩到什么位置呢？我们前天就说了，容易回踩1440均线和169均线。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也就是说，在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比特币在高位容易做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4小时调整。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注意的一点是，在$34,500附近这个位置，它是有1440均线和169均线支撑的。那么前面行情当中，在10月15日0点的这个时刻，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刚好插针于1440均线和169均线。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插针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生反弹，形成了目前所看的这一个双顶。但是这里面的双顶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高位震荡调整就是中场休战之后呢就像今天的中国队对泰国队一样中场休战休战之前我们看到1-1的比分。那么比特币的走势也这样也是类似日线上涨之后，在高位它需要震荡调整、横盘整理，最终呢，我们认为在4小时级别上会形成时间周期更长的，甚至是时间周期达到日线级别的一个横盘过程。那么我们看前面非常多的这种日线盘整之后，再度上行或者再度选择方向，那么这也是比特币运行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规律所以在这里我并不认为比特币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行情当中能很快突破4到5万美金这个位置上有做骑行整理、横盘震荡，走出一个更水平一些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更水平一些的结构，然后做什么呢？然后做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几个交易日，比特币表现还算不错，重点还是要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个交易段。那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个交易段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正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趋势当中。
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缓跌到急跌，走出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日线级别反弹。但日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0月9日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剑、沙僧、唐僧阳线预期，但同时呢，这根阳线走势过急，它需要震荡整理调整一个阶段之后再次上行。但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调整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做出了一个调整，依次调整过后反弹上来，然后正在做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才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所以呢，目前我们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正处在一个相对的震荡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同步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出了第二轮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之后也是在高位做出了围绕快速上行之后的一个区间震荡，形成了一个短时间内的第一次回补。那第一次回补完成之后，我们认为它会有2次回补、3次回补，最终呢形成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同时呢，我们认为日线级别以太坊做出一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空间趋势将被打开，就可以把时间级别跳到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同步了以太坊走出了沙僧阳线的这个趋势，沙僧阳线震荡完成之后，上方目标点位我们给出的是$2500附近我们认为2500到2550这个区间是前面行情当中22年1月份一个筹码密集区，也是压力。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才容易出现一个相对的回踩，然后继续走牛。同时呢，这种行情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稀有的品种，这些稀有品种呢坚定上行我们很早就在大概是在11月1日这一天布局了会员群布局了 RUNE。那这个品种呢，目前我们看到已经做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动作，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日线走势非常稳，基本上没有什么快速的回调坚定的走势让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 K 线那么我们调整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构上在$3.4就是一个阻力位，目前距离阻力位突破之后已经接近翻倍，进入第二个筹码密集区。如果能够突破前面行情当中高点所处的4次等位置波峰，如果能够接近$11的时候，将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峰将会面临什么呢？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会走出一个新高。因此呢 ，RUNE 早在11月初的行情当中我们就给了出来，因为它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浮出水面之后，我们看10月30日就已经接近浮出水面了。然后10月1日我们布局之后呢，目前我们的会员群获利大概是在翻倍91%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它容易走出4次的等位置波峰，突破一个新高。如果再次突破新高的话，目前距离新高还有3倍左右。所以呢，对于这种强势币种，我们在牛市到来的时候是应该有一定仓位的。如果没有仓位的话，要在它回调的过程当中、回踩的过程当中开始布局。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进场我们的量化，因此呢，我们开发出来更多的策略，这里面包含了阿尔法对冲策略和复合策略。目前我们主要的策略有3种：AI 1号智能机器人、复合机器人，还有阿尔法对冲机器人。其中呢 ，AI 1号机器人会在上涨过程当中获利，会在下跌反弹过程当中获利，会在震荡行情当中获利。但是它的缺点是在单边下跌只跌不反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回撤。那阿尔法机器人呢，是我们一个更重磅的产品，因为它能容纳1亿美金以上的资金。那对于阿尔法对冲机器人它是多空双开。那多空双开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对某一币种，比如说对比特币的锁仓对冲双开2个方向各开一半，而是双币种去对冲。比如说UNI 和 DYDX 这同一板块的2个币种，一个开多一个开空，这样呢对一个板块形成对冲。那么目前我们的
获利年化是高达255%，这意味着月化高达20%以上。那么同时呢，从11月6号跑到今天10天以来，它的盈利率是达到了6.7%啊，这是一个我们实盘经历了测试之后实盘再跑的账号。同时呢，我们也开发出了复合策略。那复合策略呢是结合 AI 1号机器人和阿尔法机器人的一个综合性的机器人。目前呢，实盘再跑一个$7000的账号，今天也盈利不错，但是呢还有待时间的观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